留下只会成为清谈的阻碍。黑暗之族有什么差遣？我是祖父传人，愿替他承担。你接过他，就等于是接过了黑暗之殿。等你完成一切的交接以后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今天的事情，并非你的本意。不，杀死陈朗的时候我很清醒，他骗了我，还差点杀死我师父。为了坐稳这黑暗之殿殿主之位，我必须亲手将他杀了，他们必须死。这些话，这些想法，是谁教给你的？哥哥想问我，是不是琳琅天教我的？其实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自己不强大，凡事靠别人，就只能被别人利用。可你这样，并不是强大，你这样，你这样是心狠手辣，是玩弄心术。但是有用。你对吗？我知道哥哥不喜欢清谈这样。但是清谈也无所谓。还是老九想的周到啊！知道这一路上丢挨肚子受罪了。哎，他是，老九啊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侍卫，以前闯祸没少为我背黑锅。少主，这是小严，我好兄弟。在下天妖雕族长老好九幽。既然是少主的朋友，便是雕族的贵客。对了，要不是老九啊，我上次没那么容易从我爹手里逃出来。你从家是跑出来的？什么贵客不贵客的？这次我们回来可不是来做客的。既然你现在发达了，把我们偷偷安顿下来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再找几个人帮我们找找人啊。少主，这你出来的时候跟老东西说了。在下既然身为长老，凡事不能瞒着老雕王吧？何况你也知道，老雕王从来不会上2次当的。出什么事了？老雕王不就你爹吗？出大事了！混蛋，你们义气！车祸10里外回合，我先撤了。少主，无需治疗。他强行生进，又刚收复了黑暗之镰，身体耗损极大，还没有完全适应。沉睡一段时间，就会没事的。前辈，当初你对清谈的相救提携之恩，我这做哥哥的十分感激。我同意你带走清谈，本以为你会好好保护他。带走他，不是为了要保护他，我让他来，是希望他可以撑起黑暗之殿。但至少你应该给他时间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变成另外一个琳琅天。清谈就是清谈，他不是什么琳琅天。你这么处心积虑逼迫清谈修炼继位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没有时间了。啊？这些事，人类的力量来自于元丹，而异魔之力则来自于陨灵，而异魔皇的陨灵更是格外的与众不同。这几百年来，我一直都在研习能够彻底毁灭异魔皇陨灵的阵法。几百年，前辈，你到底是谁？
我就是远古八主之一的黑暗之主。远古八主，他们不是在几百年前都战死了吗？他们是都战死了，师父拼尽全力，也只保住了我一个人的性命。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可还是没有彻底消灭异魔皇。我活着，是因为黑暗祖父将我的时间静止。在这苟活的几百年里，我唯一的责任，就是寻找和研习能够彻底消灭异魔皇的阵法。你逼迫秦檀尽快继位，是因为黑暗祖父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你的身体了。黑暗之殿必须有传承，而秦檀是唯一适合的人选。我原本想，在秦檀继位以后，便去寻找异魔皇的肉身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前辈，前辈，族长，求族长对少主手下留情。你小子，当年离家出走的时候，在我雕族的正堂上撒了一泡尿，还口出狂言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抓到了你，就把你吊起来打。现在好了，我抓住你了。老东西，赖皮耍诈，你不要脸！哼，和九尾狐族的婚妻，你临阵脱逃，害得九尾狐族的长公主差点为你守了活寡。现在还好意思在这儿说别人不要脸啊？你是因为逃婚才离开的？你闭嘴！当初这个亲事，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。这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更不算。九尾狐族和我雕族世代交好，两族联姻是伏族早些年定下的规矩。你少拿伏族的破皇历来唬我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可是祖服传人。哎，我还有一大哥是伏族传人，你怕了吧？对，我们跟大哥走散了，还请族长帮忙寻找一下。伏族传人也能走散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说了半天，是没影的事儿啊！哼，你们两个，一个形迹可疑，一个胡说八道，把这两个都给我带回去。是。待下。原来你见过府主大人本尊啊！我昨天还说要做府主，难怪难容您的法眼。你的功力和心性，尚不及我师父的一根手指。不过，你今天保护我跟清潭的样子，倒是跟我师父有那么一丝相像。所以，我又燃起了你的希望。对不对？希望倒是不好说，不过至少，你还没我想的那么废物。你离府祖还远得很，还是先做好你的祖服传人吧。以你现在的身体，别说同归于尽，就是能不能找到异魔皇都是个问题。而且秦檀那么在乎你，你要是贸然去死，他会难过的。小时候，我爹给我讲故事，好多大英雄呢，都是完成大业之后，
马上就翻眼动团了。青檀在这里，至少给前辈一个坚持活下去的理由，您就当多陪陪他也好。其实，活着有时候远比牺牲更难。佛祖当年给前辈留了一条性命，总不希望你随时拿它去同归于尽吧？这方天地是佛祖和几位佛主以性命换来的，只要还活在其中，就不算过度。所以，请前辈对自己好一些，不要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要是哪天想念诸位前辈，林动随时可以做个小伴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青檀说的吗？你就跟他说，他哥哥去妖域了，等着跟黑暗之殿的殿主并肩作战呢。雕爷，我现在可是雷霆祖符的传人，谁敢过来，我劈死他！雕爷曾经发过誓，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。你要是敢来硬的，我也来硬的。我倒要看看你在老子面前有多硬。小雕，有话好好说，他毕竟是你爹。我小时候他打过我多少次？我走上回忆就怎么了？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快逃！想办法救我！我不想成亲。走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非我族人，让他走吧。把这个要娶媳妇儿的人留下就行了。怎么样？报应不爽？你现在爽不爽？哼，小子，你再练900年，也斗不过你老子。我是看你年老体衰，我让着你的。他这个好像是真的。这雷霆祖符是真，少主刚刚所说，恐怕也并非是假。那你就到周边去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他所说的那个叫林动。九幽啊，那个现在正值深秋，九尾狐和天妖雕族的情训期还没过吧？还没过。老东西！那就向九尾狐族传信，对我上次的爽约表示赔礼。这一次，我要在雕族大办酒席，亲手送这小子入洞房。我不去，放了我！那刚才那个火芒狐怎么办？那边地界可不太平。你都说他是火芒狐了，我们就管不着了啊？别走！你回来！老东西，你给我回来！把我松开！少主，放开我！对不住了。老蒋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若是小雕顺利到达妖域，应该会回天妖雕族求援。天妖雕族，天妖雕族在哪儿啊？我林动不会渴死在这戈壁里吧？大家到前面休整一下。要不要喝点水？给我拿点吧，给你。加把劲儿。还有再休整。快了。小心。再使点劲儿。没事吧？跟你一起来，小心，使点劲儿，拉这边，小心，原来是3只松鼠，你白狼爷爷吃你的坚果是你莫大的荣幸。你说，给你们钱，你们敢要吗？啊！把吃的拿出来，拿出来呀！揪出来！藏哪儿了？哭什么哭？吵死了！哪个不长眼的敢坏我白狼族的好事？不怕死吗？白狼族，你没有听说过害怕狼的火蟒虎吗？3只松鼠，谢大侠救命！这是我们妖域松鼠族特产的坚果，恩人尝尝。来，西晴，喝水。你知道吗？这世上除了妖域，还有其他的地方。除了荒漠，还有雪山草原、小桥流水。心晴，族长叮嘱过，这些妖域以外的东西不能让你多看。我知道，看多了，心就乱了。还有多远到天妖雕族？尚有半日路程，雕王已经备好喜宴。最后半日自由，过一刻算一刻了。心晴，你要去哪儿？在帐篷里待得久了，再不出去走走，我这双腿都要废了。心仪在，还能去哪儿？心晴，当心遇袭，附近有白狼族出没，最近还有一名叫做岩将的流匪。这里靠近天妖雕族，谁敢乱来啊？水给我，你去吧。今天大家就在此扎营，一会儿给长公主的营帐送一盆沙子，其他换毛的族人自行寻地沙域。
即将到达天妖雕族，不可失了礼数。一会儿找个阴凉的地方，把食物和水都给藏起来。好，大漠中流匪众多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卖坚果喽！松鼠族的坚果又大又好吃。卖坚果喽！松鼠族的坚果又大又好吃。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三只小松鼠，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呀？我们长途跋涉去妖域森林采集坚果，为了躲避白狼族，只好绕了远路。小松鼠，把你们坚果卖点给我吧。灵山，这沙漠里面坚果吃多了会口渴，分配的水本来就不够，不得冒失。知道了，心怡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路上小心啊！那我去送送他们。哎。又在偷水，心怡，我就知道你吃多了坚果会变着法子来偷水喝。你这孩子，平时真是把你给惯坏了。心怡，心怡，拿来。拿来。偷盗是本族禁忌，公主也不能例外。这次就罚你1日不许喝水，就当小惩大戒了。1日？心怡，灵山知错了，都怪小松鼠的坚果太好吃了。灵山下次再也不了。我说灵山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大漠中饮水珍贵，每人每天都有配给，你多喝一口，人家就少喝1分。你还是个小公主，这要换成别人该怎么办啊？你呀，长点记性吧，学学你姐。心怡，你不要生气了。灵山他少不更事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管教不善。禁水1日的惩罚，就算在心情头上吧。不行，渴死我算了，不能连累姐姐。灵山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等到明天心情出嫁了，你再惹祸，我看谁还能替你担着。心怡，姐姐也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你怎么就能这么狠心？灵山，明天的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怎么能怪心怡呢？心情，心怡知道你一向乖巧懂事，明天还要赶路，你也早做准备吧。谢谢心怡。那我先走了。喏，以后想喝水了就找姐姐要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再为我的事情顶撞族长了。姐，成亲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你就甘心任人摆布吗？将来的事情，我自有打算。姐，你瞒得过别人，可瞒不过我。我知道你一直想离开妖域，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。灵山一定会想办法，替姐姐实现愿望的。我看啊，是你这个小鬼自己想出去玩的吧？灵山，你也是个公主，要长大懂事了，不要老是惹心怡生气，知道吗？记住啊。
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水啊。能给我口水喝吗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这水是我要给我姐姐留的，要是没有了这水，姐姐就要嫁给天妖雕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姐姐要嫁给天妖雕？你也知道天妖雕族？那你能告诉我天妖雕族在哪儿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莫灵珊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给我口水喝，我就告诉你。真的？嗯。那你不许骗我。叫什么呀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告诉我天妖雕族在哪儿，我再告诉你。你个小贼！小贼！心怡，你还是先走吧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撑不住的。快去找灵珊，带她先走。我是长公主，保护族人是我的责任。心怡，灵珊就交给你了。不行。心晴。哥哥走了。你降服连陵，耗损太多体力，一时没有醒过来。林动急于去妖域寻找祖父，所以就先走了。我让哥哥失望了，他可能觉得我现在的样子特别像李浪天，生我气了。青檀，这件事情说来也怪我，是我太着急了，我太着急，让你继承黑暗祖父。现在想来，都怪我逼你逼得太紧了。怎么会？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证明我自己，不想一直跟在哥哥身后。你哥哥让我告诉你，他会在妖域等你，等你跟他一起并肩作战。哥哥不怪我呀。他告诉我，打在青阳镇把你捡回来，你就永远是他的妹妹。
师父，我觉得你没那么讨厌哥哥了。找一个够资格听我唠叨的人，我已经找了几百年了。若师父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恐怕也不敢相信。师父，我哥跟佛祖很像吗？我师父像块玉石，宁碎不污。灵动那小子像一根野草，燃烧不尽，坚韧不屈，打倒了还能再爬起来，也算是不错了。那我呢？傻丫头，你离开黑暗之殿这么久，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我想去帮帮我哥哥，可以吗？青檀，你现在已经彻底继承了黑暗祖父，成为了黑暗之主。你已经具备了对抗异魔皇的资格，以后这种事就不用再问师父了。师父，青檀，你记着，无论如何，不要做那个被留下来的人。太孤独了，哪怕你还剩一丝的余力，也要和你的伙伴们奋斗到底，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因为至少那样，不会留下孤独，也就没有遗憾。我明白。经过就是这样。虽然说他一开始是想骗我的水囊，但是他后来也帮了忙了。原来如此，刚才也幸亏有他帮忙。要不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备些水和干粮给他，让他自己带着上路吧。心怡，这大雾茫茫的，一个人特别难走，不如就让他跟我们一起吧。心怡，我们九尾狐族的人最懂感恩了。我看那人也挺有本事的，要不就让他跟我们一块走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带他一起上路吧。等到了天妖雕族，再请雕王替他找朋友。哎呀，你呀，走。给我讲讲你们那儿的故事呗。我们那儿就是妖域以外的世界啊。我想知道，姐姐那么向往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林豆，我们要成亲了。妖域之门10几年前突然关闭。
我们九尾狐族的小辈都不知道妖域以外还有别的世界，都是按照府祖留下的规矩行事。我们九尾狐族的规矩就是，公主到了一定年龄，就得嫁去天妖雕族。但是姐姐在小的时候看到过一本图册，好像是你们那儿的人路过的时候留下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和姐姐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地方。所以姐姐她不甘心一辈子留在妖域，她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那你呢？你也想去？我和姐姐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我是姐姐一手带大的，所以姐姐想去的地方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。那么，就给你从一个叫青阳镇的地方讲起。好。青阳镇。别走！你干什么？不信我这个道宗公主追不到你这山野小子！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要说你喜欢我，那我就明白了。切！浮世绘，你要是答应我3个条件，这会长我可以勉强做做看。你说说看。一言为定啊！我知道你鬼主意多，你要敢耍我，小鱼我立马走人。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怎么不讲了？姐，姐，心怡，他没事。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没事，是我在酒里下迷药了。姐，姐，你身上的祖符给我，快！这个灵洞果然不简单，怎么会？他竟有吞噬祖符。跟白狼对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蹊跷。他明明武功不弱，却故意隐藏功力，又怀揣祖符，只怕来意不善，另有所图。姐，我觉得林大哥你懂什么？是坏人。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是好是坏又没写他脸上。我还以为他可以帮我们呢。他确实可以帮我们。用这个。我不明白。我现在想到了一个既不用嫁人也不用逃跑的办法。真的？快点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快走！可是，姐，姐，要去哪去做什么？你总得告诉我吧。你闭眼。为什么？闭眼。原来在犹豫里，不止一个人想逃婚。我说的是你。一魔，就在这宴会上，就在这群人中间。生死所伏。云层之巅，幻梦之前，我见到了你，穿过心间，天地未见，我珍惜你，我的前生、此生、来生、贪生，都转动着一个谜。你的来程、过程、前程、反程，都落分成一个谜。这世界里的一负一气，生命里的一寸一毫厘，都是你。踏遍荒野里的一沙一鸣，追寻你的一沙一世纪，是你。手相约，一切都如愿。万众之间，寻你容颜，悄然浮现。我的前生、此生、来生、贪生，都转动着